说帅，我也没比别人帅，我比别人特别也没有到最特别。我没有异性的朋友喜欢我过，所有网友、所有路人、所有长辈、制作人给我的鼓励，我没有一句忘记的。我小时候被肯定只有我爸说。这句话我记到现在。玩 B-box 之后有交到女朋友了，去街头表演有赚到钱了。我转念这个。那我想要再问你一个，就是你如何面对酸民的留言？你看过最残忍的语言是什么？身体的伤疤会知道，我是慧君，我是你的刮痧治疗师。我们今天呢，很罕见的又出了外景，而且来到一个非常居家的空间。我们要来拜访一位艺人朋友，是我之前在录节目的时候遇到的。他很有才艺，他会跳舞，他会 B-box， 而且另外一个地方是他非常的会转念，并且很厉害的运用自己手边的各种手牌。这里呢是他的第2间房子，是他的工作室。那我们等一下就一起来拜访他，香蕉。好的，我们今天邀请到了香蕉，而你订阅了吗？没有订阅的话，哇塞，我旁边这个是快190公分，你知道吗？麻烦一定要订阅一下好吗？不订阅的话，来 B-box 呛他。我很瘦弱哦。谢谢订阅。因为其实，在香蕉过去的采访当中，我们都不难发现，你会一直说你自己是比较没有自信的。我可以理解的是，可能下巴厚道那些没有自信。那除了这种外在以外呢？那我讲几个。以前读书没有别人厉害，输别人。我玩 B-box 之后才知道，全台湾原来比赛厉害的那么多。你说帅，我也没比别人帅，我比别人特别也没有到最特别。那我跟你讲，我觉得你不是没有自信，你是好胜心太强。可是我好胜心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其实你是因为你好胜，但是你发现你没有办法做到第1名，所以你没有自信啊。应该是说我没有证明些什么的话，代表我是不是不行？我国小就拿了20-30个奖牌，跑步的。我就是一直要冲到第1名，我有100公尺拿了10几个第1名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从小到大你父母亲鼓励你成为第1名吗？我只觉得我跑第1名就会有很多人看我，跟哇香蕉你好棒哦。所以你喜欢的是别人的称赞跟眼光，别人的肯定。所以你是因为这样而没有自信？以前对我以前跑，其实第3、第4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好难过。那如果你跑3、4名之后，然后大家说没关系，你已经尽力了，你可能就好了。没有，就真的没有尽力啊！我就真的一开始起跑的时候输人家。好胜心太重了。就我觉得我还有缺乏一个，就是我没有异性的朋友喜欢我过。我想要证明1个2个欣赏我就好。国小没有，国中没有，高中也没有。那为什么会那么想要跟另一半？好，不好意思，我比较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。因为我身边很多男生朋友，他们都有另一半吗？大部分都是就是要不要而已啊。所以是他们是要或不要，但是你是有跟没有之间的差异，所以这件事情让你比较没有自信。没有自信，应该有的人欣赏我了，我就打开了。现在回头看，我小时候顶多就是很可爱的一个小弟弟而已。所以那个没有自信，真的比较是来自于求偶这部分的。要建立一个自己有比较专长的地方就 OK 了。就是你是渴望掌声，然后其实你也是某部分的好胜，希望有一个人可以爱你，对，夸奖我也好，欣赏也好。但是家里不会给你吗？一般小孩子不会有什么夸奖。因为现在我女儿是她不管玩什么，例如说她会爬，她会走路，然后她会数1到10，我们都说好棒哦。对啊，你有各种鼓励。我在看我妈带我女儿的时候，我也会发现，原来我小时候也是被这样子一路肯定的。那个小肯定就内心就有大力量了。我小时候被肯定只有我在脚这样子打拍子，我爸说：“哎呦，节奏感不错哦。”这句话我记到现在。我玩 B-box 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很厉害，其实没有很厉害，只是被自己催眠了。这个谁都蛮会。他们的鼓励我会记得，所以你看我累积到现在，所有网友、所有路人、所有长辈、制作人给我的鼓励，我没有一句忘记的。是因为你父母亲比较少称赞你，所以你渴望被称赞，还是你本身就是对于称赞你特别敏感？本身对于称赞特别敏感。因为我就一直很好奇，除了第一个为什么你没有自信之外，香蕉本身也是一个非常会转念的人。我刚刚甚至鼓励他，我说：“你开正念课，你开转念课。”很卖，因为他一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，你到最后就是我感谢，我转念，可是谁教你的啊？
没有人教我有几次经验是好的。小时候有朋友拿我起来摔，哈，他们不是故意的，他们就是看摔跤觉得很好玩。好，大家不可以模仿。不模仿很痛苦，因为每个人都是 Triple H WWE 的 Rock，The Rock is cooking， 讲完就开始摔人了。我是被摔的那个。好吧，读女子学校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记忆。你说转念是怎么样？我们开始会拿那个软垫来，我被摔，我还会学着跟着跳起来。你还会有反应，没受伤，也不会被弄得更惨。你有练护身导法吗？你知道柔道要练护身导法。OK。对，就是所有的招数我都接得来。后来跟他们变好朋友了。我觉得这是转念的开始。打不过他们就加入他们，因为他们只是爱玩，听起来这样就是比较两小无猜的那种感觉。可是有些是真的很坏，带头霸凌别人的人。这样会反而会变成原本你是中性的，然后因为你要去迎合他，也变成加害人。我国中也被霸凌过，我就尽量避他远一点，跟不要做一些很奇怪的事。他眼光真的就会朝向别人了。当然我没有跟着攻击了啦，只是我希望别人有出口。每一个人都要先自我防卫，自助才有天助，边边的人才能人助啊。在求学环境里面，我比较难想象，就是真的很被霸凌，因为可能我们学校管比较严，所以我们比较不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。可是如果真的发生了，你会给这个 ING 当中，你会有什么建议？如果当下能离开那个第一回合的话，是不是能跟老师们分享？可是目的不是要教训对方哦，是让大家都知道这个现象，让对方不要欺负这个人，然后也不要让其他人落单。落单的人其实非常多，有的人就是不喜欢跟人家讲话，有的人就是喜欢独来独往，那没有错。可是他凭什么被欺负？我觉得那个人的出口至少要像有力量的人，例如辅导老师，例如教官。可是他们通常用偏激的，直接骂对方或抓出来教训，对方没面子，直接跟你拼了。所以还是我觉得都要以柔来克刚。其实这让我想到，就是为什么很多偏乡的小朋友们，他们后来会开始学体育，他们就是能量太多，他们要宣泄，然后开始去比赛啊。因为你在场上，你就是在规矩里面，对。然后如果你赢了，你是会有掌声的，体力放在对的地方加分。而且你是可以为国家争取国家的荣耀，所以这是你第一次转念。那后来你等于说无师自通，然后就一直转念。没有，我讲几个得转念的地方。我后来跳 B-boy， 想要交女朋友，交到一大堆臭味相投的男生。我转念我至少学一个技能，我敢表演，刻意练习这一招，我学会了。而且有掌声，真的有掌声很多，都是男生在掌声比较多。女生不会吗？女生她掌声还是跳得帅跟长得帅的要合在一起。我有看到你有一段就说，为什么我要学才艺，是因为我长得不够帅，长得帅的人根本不需要才艺。长得帅就是一个才艺，异于常人就是异于常人。对。这是一个。玩 B-box 之后有交到女朋友了，去街头表演有赚到钱了，我转念这个是老天爷给我的礼物。礼物就是前面所做的事，我学会刻意练习了，我就一直转，把所做的事情转成大家能肯定的。难怪我觉得你怎么有办法，就是任何手法，例如说买房子，然后花完自己的头期，然后想说这怎么办呢？对，然后就发现，我可以来做业配，之后厂商开始赞助，这也是转念啊。对，然后之后呢，又开始再赚到下一桶金，然后再继续。这是逼自己的潜能啊。所以你最大的渴望，第一个是对于金钱的渴望，就是穷跟生理需求的部分。对。然后另外一个自我实现是你想要掌声，所以你掌握了生理需求跟自我实现的掌声，中间对你来讲就是一切都是可以的，没有我办不到的事情。这件事情的自大跟自傲要带着反省。我每天都会想自己做错哪些，念了我哪些。对，那你有没有那种很懊悔，就曾经很丢脸或者是怎样的事情？那你会怎么突破这一关？懊悔要录影的时候迟到1个多小时。我们在台北约好要去外景录影，结果我睡过头，淡水出发到台北集合要1个多小时，全部人都在等我。这种懊悔是我的惰性，所以这种东西要改。那之后呢？之后我就请所有摄影团队喝星巴克，就好一点点。那你那种不太好的感觉，例如说有时候我也会想到我做某件事情可能不太好，那你那个感觉你怎么把它冲掉？你说的有啊，羞愧的是，因为我外景我不会讲台语，我不懂庙，可是我还是硬着脸皮去主持《宝岛声人大》这个节目。我被骂被抄了2年多，我每一次收工只要有喝到酒，我都会痛哭流涕，一直把内心话讲出来，说我很对不起你们，拖你们那个上班时间，然后就一直哭，还是我很不适合这个行业。制作单位就是有看到我愿意讲，他们有对症下药，不让我讲话了，之后都是去做体力活，再讲心得。会比较自然。你说那个我在铺短，把自己的内心最缺憾的、最弱的讲出来，这个是一般人尽量不要的事。你那时候是情不自禁吗？情不自禁，我现在就不会哭了。我这几年都不会哭，都已经就是差不多了。有磨到一个
自己喜欢的。所以你现在其实就是一个很豁达、很泰然的状态，你就是生活规律，然后只要把目前手边的事情做完，其实就也成家了。然后接下来就是看你们是不是要有小孩也好，没有小孩也好，但至少你的状态都是很好的状态。这是自我而已，我都能这样了，我每个月都强迫自己要去帮一个单位，狗园也好，偏向国小也好，长辈也好，因为是他们帮我变成这样。就你有能力可以去回馈给别人，没能力也要去。为什么啊？我是吃陌生人给我掌声的饭碗。我帮任何一个角落的陌生人，对，也等于是帮到这些人。就是你相信那个善举是会循环，一定会。我已经验证太多次了。不然一个小弟弟要怎么买房子？这个年代，这些都是陌生人给我工作机会帮我的。他们认同相交，所以我就是帮他们不认识的陌生人，因为他不需要帮，他已经很强大了。会给我饭吃的人都很强大。就是你是一个很感恩的人，你会知道说，其实如果没有这些外在的支持，对，其实我们真的是 nothing。啊，刮痧其实是我的梦想，但是因为有我们的刮友，有我们的受众，有人愿意来消费，我的梦想才得以实现。其实是一样的道理，只是我们回馈的方式可能是不一样。你应该也有义刮，我们没有义刮。我通常会去做的是，例如说，我觉得演讲就可以。所以我们接下来其实是要培训我们的讲师，包含说，如果我们今天有客户他来，他是比较需要帮助的，对，我们会送给他刮痧盘。因为我们希望他带着我们的祝福，因为我们刮痧盘对它是磁吸，它对我们来讲是有点转运的概念。我希望他在他很困难的时候，他可以刮一刮。与其请他吃鱼，倒不如让他直接会钓鱼。那我想要再问你一个，就是你如何面对酸民的留言？你看过最残忍的语言是什么？他讲的比较直接的是在讲我所做的事。他说像你自以为自己很正面什么什么的，其实把你的内心摊开来讲，你也只是不过是一个一般人而已。真的，你会在意这个？因为他在讲我正在努力的事，然后他又要把我打回原点。你知道一个人可以很坚持做一件事是靠信念，靠催眠自己。他干嘛又把我讲成我不行，我只是一般人而已啊？真的哦，这对我来讲，我可能也还好。如果说慧君你就是怎样，然后你只是一般人，我就说对我是一般人。对，我说的是接受。我曾经在意那个点。可是现在是百毒不侵了。以前很多人看我 B-box 说你声音关掉，好像在吃槟榔哦，你好像草泥马嘴巴在动来动去。你看长这样哦，有声音的，对，没声音的。真的哎，播出有的人那个声音没打开啊，就说像你长得好像智障。我以前会在意哎，我说你才智障吧，他说我又没头像，你怎么知道我像智障？天啊，他认真在思考这件事。对，对方就互呛啊。突然让我想到，其实酸民们或许其实也是一个很认真的人，都是很认真的人。对啊，对他们也想赢。我后来会转念，是因为我拍了很多广告，真的长得很愚蠢。王国基源的那个广告啊，很多电动的，大家骂我，我回不完。我有一天醒来，我无聊跟着骂自己，我留言说那个香蕉这个太智障了吧。我那一篇有1000多人按赞，他说这个香蕉神经病疯了，骂自己。有人说香蕉 EQ 好高，我后来就在钻研到底什么叫 EQ， 什么叫 EQ 高。然后呢，我后来每一件事情，只要有人酸我，像你大舌头，凭什么在演艺圈？对，讲话不清楚，看得好痛苦。他很押韵呢，他好认真哦。是我押韵。不是你。如果有一个人很认真的研究我们而攻击我，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蛮感动的。非常好，我就反省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样听，我突然有点感动。就是有一个人，然后从我们很名气很小的时候，然后他一直在观察，然后他骂的就是哇，他真的有在观察我。我突然会觉得，天哪，原来你一直都在。这些攻击都是，这也是我自己的莫名其妙转念，都是推进器啊。哇，从你的观点讲出来，我突然觉得哇，原来酸民是一群很认真生活的人，只是他们观察的东西比较细，他们是这个社会的观察家。其实根本没有什么酸民，他们只是看不惯你而已。我有让看不惯我的人变看喜欢我了很多，真的。所以我不觉得他们是酸民，暂时是而已。所以你会想要感染他，你会想要大爱他？我没有想要，只是顺便会。有的人就像整天只会 B-box，只会那几招。对，然后我后来有一些新招之后，他密我说抱歉，之前小看你了。我说你干嘛道歉？原来他们是会道歉的。我就一直玩很多不同的呈现。有人看我去狗狗那，他说我原本以为你没什么，原来你还有那颗心。我对你刮目相看了，我就知道。所以你会 care 其实是他批评你的行为，而不是什么外表那些，其实那都还好。他批评我在做假的，我会往内心去。那如果说什么外表，你那个长得好丑，那个你就算了。完全算了，因为他是在骂我妈哦，我妈生的妈妈躺着也中枪，妈妈躺着中枪了。天哪！
在太有趣了，但我对酸民有不一样的见解。感谢对香蕉，没有酸民用字遣词比较用力而已，他们可能就是没有事情做，来这发泄，有成就感。其实能够被酸也是一种功德啦，对听起来应该是。酸那些不实在的，就看看隐藏掉就好。酸很实在的，改进完之后跟他说。就说你看我改进了。我跟你说，那篇就有上新闻，有人酸我说大舌头去什么金钟奖烂死了。然后嘞，我就有 po 我历届忙了什么事情，都是靠讲话的。跟你分享。你好认真，我都可以了，你一定也行，加油。听起来虽然很感人，但其实这才是高级酸吧？对，新闻有报。我又转念了，原来这叫做作品，因为这是有一篇报道嘛。我后来就没有认真的创作。就感谢那个酸民。对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已经聊了那么多了，然后我在你身上我也收获了很多，就包含有很多真的是完全正念式的思考，然后还有转念。所以接下来换我来回报你了。好，用我的刮痧盘。那我们就要来开刮喽 ，Go！ 而且你一直在流汗。有吗？我自己怎么不知道？可是我这样的时候，你的毛细孔这边这都是啊。这个沙现在是假的。啊，沙假的，还有假的沙哦。而且我们刚刚在讲的这段，刚刚讲的那个东西是他很认同的，他的沙才出来，就是他有开始慢慢认同你这个主人的概念。这么互相哦。所以在拔罐跟刮痧之间，你觉得这两个东西是有相互排斥的关系吗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慧君。假设说你看完了之后，你很好奇你自己的沙图如何，那我们台湾北中南都有据点，那欢迎大家可以来找我们刮痧，来学刮痧，或者是购买刮痧器具，一起刮痧护家，用爱刮痧哦。